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6季前情提要。艾瑞斯发现了一个名为黑洞的神秘组织，其前任 CEO 伊娃神秘消失。顺着线索，艾瑞斯找到了一面镜子，不料自己被抓进镜中世界，爬出来时一阵头疼，只能偷偷离开现场。隔天早早为白瑞准备了早餐，一度主打黑暗料理的艾瑞斯突然变成神厨，吃着美味的早餐，白瑞感叹今天是惊喜连连啊！马上就到情人节了，白瑞想改善下伙食，让智能音箱阿莱萨提醒自己晚些时候订个餐厅。晚上夫妻俩准时到场，享受这顿意大利烛光晚餐。意大利语白瑞一窍不通，艾瑞斯突然流利地点上了菜，白瑞一脸震惊，又说不上哪里不对劲儿。转眼一个老熟人念着诗闯进了餐厅，艾米奈特强行拿走了男人手里的箱子，白瑞掏出证件准备抓捕他。老熟人见面属实难搞，而且艾米奈特还知道白瑞是闪电侠的秘密，拿着个筹码威胁白瑞放自己走，一旦有人阻止自己，他就会公布白瑞的身份，不能坐视不管是白瑞的职业病。艾瑞斯准备用记者的手段对付艾米奈特，一听到自己说出暗号香蕉，白瑞立马冲进去。艾瑞斯装扮成女老大的模样走进了恶棍酒吧，面对酒保和保镖的质问，艾瑞斯临危不乱，一酒瓶子把男人干倒，从气势上压制了全场，吓得白瑞一阵念叨着香蕉。艾瑞斯这边顺利问出了艾米奈特的下落，淡定地告诉了白瑞，今天的艾瑞斯行为诡异，做事果断，白瑞都不敢出大气了。顺着线索，他们很快发现了艾米奈特，这会儿他正鼓捣着另外一个装置，迎面走来一个熟面孔，黑市巨头金面人。两个人同为一个东西而来，事情逐渐演变成了帮派之间的战争。谁能想到这俩人的关系是前任啊？见面第一件事先吵了一架，原因是谁的限量版唱片更好听，声音大到引来保安，回头看了眼，继续吵他们的架，完全不把保安放在眼里，动嘴很快变成了动手，装置被甩到了一边，无辜的保安被不明 AOE 重伤。白瑞再也忍不住，从另一边穿墙过去救下保安，旁边的艾米奈特也败在了金面人手里，装置被强行带走。安抚好保安之后，白瑞才发现两个人早就不在了。机智的艾瑞斯趁乱偷走了里面的装置，准备进行下一步计划。白瑞搜索了整个城市，为了不被发现，跑得快到看不见，累得有点岔气儿。艾瑞斯根据昨天他们吵架的内容查了查线索，发现在餐厅丢失的是一台紫外线投影仪，在仓库丢失的是一台生物模拟储存单元，两个装置都是为了培育植物的。要想赶紧解决这件事儿，还不动用闪电侠，就只能跟艾米奈特合作，利用储存单元接近艾米奈特，然后从内部解决。白瑞感觉这件事儿还是考虑清楚点好，建议先静观其变，看看对方的动向。这句话好像戳中了艾瑞斯的这点，愤愤不平地说：“你是闪电侠，就你牛行不？你跟迪哥在炼狱的时候，老娘自己摆平了多大的麻烦。现在白瑞说什么都是错的。”自从危机过后，艾瑞斯就决定不再依赖白瑞，他不想再当战地指挥官，每天依靠无线电用 talk 来加油打气，他只想当一名优秀的西方记者。说完，带着怨气离开了房间，从头到尾没给白瑞说话的机会。你他娘的去死！带着储存单元就找上了艾米奈特谈合作。闪电侠夫人主动跟罪犯组队，艾米奈特也不是傻子，他才不相信艾瑞斯。艾瑞斯做足了功课，25年开赐的兰花拉帕西尼之女，这2天被带到了中城植物园。这花的花粉相当珍贵，充分加热后能变成心灵感应麻醉剂，一旦摄入体内，将会在短时间内拥有类似读心术的能力。艾瑞斯表示自己的目的也是花粉，他想利用这个读一下白瑞的心。女人之间一旦谈起男人，话题就变得多了起来，两个人原地变闺蜜，准备去拿花粉。另一边，白瑞只能找老爹诉苦水，他不希望情人节变成清明节。一夜之间，两个人仿佛有了巨大隔阂，自己一直把瑞斯护在手心里，却没想到他突然不需要自己了。乔把婚姻比喻成了一棵树，树枝越成长，就会离树干越远。可不管它们怎么发育，终归都属于同一个树根，唯有根基渐老，方有枝繁叶茂。简简单单的比喻让白瑞豁然开朗。艾瑞斯这边开始寻找兰花，两个人一路没停地聊着男人。艾米奈特的立场就不同了，她希望自己的前男友能立马暴毙，谈个狗屁的爱情。来到植物园深处，终于见到了拉帕西尼之女，刚组装好了器皿，金面人又从半路杀了出来，一场前任之间的撕逼大战即将上演。俩人各自播放了出场动画。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，身后的马仔不约而同地开始交火。一道闪电迅速救走了艾瑞斯，白瑞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艾瑞斯，即便身份暴露也无怨无悔。双方的斗争只会两败俱伤，眼下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和好，
一旦这俩黑道巨头成为情侣，这个城市肯定会减少很多争斗。白瑞立马把所有小弟绑上，在两人之间当起了和事佬，劝他们好好聊聊。结果不聊还好，一聊上了，越想越气，白瑞只能成为无辜的受害者。看着闪电侠被各种蹂躏，两人不由得一起笑出了声，相视一眼，立马翻脸。这回白瑞也怒了，一个闪电响指射出了一道火花，直奔拉帕西尼之女而去。闪电的高温立刻加热了花粉，花粉吸入，俩人突然停了手，被粉红色的烟雾包围。那些不好意思说出口的土味情话全被读了出来。情侣之间没有什么是一句土味情话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就多说几句。看着两人拥吻在一起，当时的我和白瑞的表情一模一样。土味情话越来越露骨，闪电侠夫妇赶紧溜了。经历今晚的冒险，夫妻俩冰释前嫌，拥抱在一起。可这个艾瑞斯根本不是正品，真正的艾瑞斯在镜子里无能狂吼，看着自己的丈夫被别人占有。冰霜这边在认认真真的布置房间，这可是她第一次过情人节。阿莱格纳最近被纳什缠得够呛，冰霜打算给孩子找个对象，在情人节脱个单。当他听说阿莱格纳也有个前任的时候，冰霜当即决定让两人重归于好。等见到前任后，阿莱格纳又怂了，冰霜自己都没经验，只能在这儿胡乱逼逼赖赖的指挥。阿莱格纳刚鼓足勇气准备走过去，前任边上就坐了一个女孩，而且行为举止很亲密。讽刺了冰霜的馊主意之后，气冲冲地离开了咖啡店。冰霜也是个女孩，被人数落了之后，一个人喝着威尔斯曾留下来的酒，正好纳什赶过来找阿莱格纳，顺便就安抚了一下冰霜。谈到威尔斯这个话题，纳什有点愧疚，端起酒杯狂闷一口。他也听出了冰霜的心事。冰霜虽然看起来岁数不小了，可这也才是他第一年接触社会，人际关系压根儿搞不定，好心办了坏事。纳什说自己随便猜猜，阿莱格纳肯定是个非黑即白的女孩，这种时候你应该去陪伴她，帮助她打开心扉，然后耐心告诉她，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好坏之分，看事情不要太绝对。说完，带着酒离开了房间。冰霜按照纳什的建议找到了阿莱格纳，这才让阿莱格纳敞开心扉。曾经他因为叛逆进过监狱，被释放后重新改过自新，在那段时间认识了前任爱默生。阿莱格纳害怕对方知道自己有超能力而歧视自己，所以选择了分手。冰霜按照纳什的套路开导他，谁说你们必须要和好呢？当一个无话不谈的朋友也是进步。这次冰霜真的帮阿莱格纳跨越了一个难关，教会了他世界上不是非黑即白，还有中间的那个灰色区域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些都是纳什的主意。得知结果后的纳什装作一副不在乎的样子，其实心里乐开花了。正想追上冰霜聊聊自己心底的秘密，转头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威尔斯，而这一切转瞬即逝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